这绝对是世界上最爽的平行世界，因为区1块钱就能扫平整个商场。众所周知，熊哥除了傻就是穷，但运气还是有那么一丢丢。看到书中惊现的1万块，梁小芝赶紧掏出确定做梦机，给自己掐到原地飞升，才愿意相信这不是土豪梦。可就在要出门买时，爸妈的谈话却让他不淡定了。原来在几十年前，拥有1块钱都能被称作暴发户，因为那时候还有更小的计量单位。在过去，1块钱等于10毛，1毛又等于10分。大雄只感叹自己生错了年代，否则凭借手中这张票子就是下一个马云爸爸。但小多拉有个因果道具，大雄用它将世界改变成物价还十分便宜的年代，瞬间世界一片安静，而大雄也在下一秒杀到了书店，大手一挥就包下了整套漫画，结果一结账只需4分钱。虽然大雄算不明白这么复杂的数学，但如果把1元钱可以买到的漫画数量换算出来，那简直不要太富有。可当大雄拿着巨款要付账时，却直接击垮了创业老板的内心防线，估计那么多钢镚这个店都装不下，两人只好转战玩具店。这次他们学精了，包下了整个店铺。可当大雄掏出票子时，梅开2度的捏碎了老板的心，收银机也因为数不够给干报废了。世界上最痛苦的事，莫过于自己是个富豪却没零钱可花。大雄原本还想打赏小多拉1块钱的呢，要知道那可是能够买上1000个铜锣烧的巨款呢。吃货的动力让小多拉瞬间智商上线，两人来到银行换了零钱，并因为暴发户体质成了银行的高端 VIP。自从有零钱可花了，大雄觉得双腿也能提前退休了，走哪必须都要专车接送。他首先当了回大孝子，送了爸妈一堆高端货，接着不断网购，就算家里放不下那也完全不算事，只要去银行再换点零钱，然后用钱砸到邻居搬家，仓库不就有了吗？接着大雄用一架巨型玩具飞机开始了他的收小弟之旅，毕竟没有哪个人类幼崽能抵抗住玩具的诱惑。如果觉得还不够刺激，那就买到刺激为止。这波除了花钱啥也不会的操作，直接将大雄变成了神一样的存在。他还请来了整个城市的大厨，在空地打造起了美食节。可就是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好男人，却引来了小夫的不满。他警告大雄，钱是如恶魔一样可怕的东西。虽然胖虎认为这是小夫丢了第一土豪称号后的嫉妒，可小夫的话却如同驱之不散的梦魇环绕在大雄耳畔，迫使大雄不得不回家看看情况。此时的大雄家已排成了车水马龙，各种商家都想在大雄家大赚一笔，而更可怕的还在后头，比如拿铁铲打劫的，又比如驱车绑架的，又或者开直升飞机来抢人的某国特种兵。这下大雄给自己玩劈叉了，他熬得一嗓子冲回家，将世界又变回了原样。此时的一本漫画就要490，估计买几样东西1万块就连毛都不剩了。本来就流年不利，天天水逆，大雄还偏在这时来了个平地摔钱撒了一地。为了寻回1块钱巨款，掏马桶又算个神马东西。贯穿整个故事，我们不难发现，突然暴富后的巨大改变常常会令人迷失自我。只有一直含着金汤勺的小夫在这场游戏中全身而退，而世界上又有许多东西是不能用金钱买到的，比如友情，又比如爱情。所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才会让一个人走得更远。